新领导上任3把火，第1把就烧到了我头上。从这个月起，行政部所有非正式岗位的津贴全部取消。沈念，你每个月领的那2000块的翻译津贴也停掉。赵主管，这个津贴呢是陆总3年前设立的，因为我负责所有法语合同的翻译，还有外商接待。你的岗位是行政文员，这翻译不在你的岗位职责范围内。你做了6年的翻译，从来没有人给你下过正式的翻译工作单，对吧？是，但是所有法语相关的事务一直都是我在。那就对了，没有工作单呀，就不是正式的工作安排，算你自愿加入。公司没有义务额外付钱，这是制度，并非针对你个人。就这样吧，散会。念念，你别跟赵延明一般见识，他是从总部新调过来的，不了解情况。不，他了解。啊？你什么意思呀？他今天第1天来，就能准确地叫出我这么个普通员工的名字，说明他调了我的档案，知道我做了6年的翻译，他这是在立规矩，拿我开刀呢。这3份邮件是法国大项目的合同条款，换做以前，我很快就能处理完，并且翻译好发给项目部。可现在，没有工作单呀，就不是正式的工作安排，算你自愿加入。不算正式工作，那就不做。沈姐，法方发的那几份邮件你看了吗？项目部等着要翻译件很急。我不是早就转发给你们项目部了吗？这是法语原件，我们哪看得懂啊？你得翻译啊！你去找赵主管批一个工作单下来，我就翻。啊？之前不都是你直接？之前是之前，现在赵主管说了，没有正式工作单就不算工作。我一个行政文员，不好越权。你还有其他事儿吗？没有的话，我就继续工作。月底法方最大的客户马丁先生要求考察3天，全程需要翻译陪同。我只是个行政文员，和我有什么关系？沈念，到我办公室来一趟。马丁先生月底来公司考察的事儿，听到了吗？听说了。马丁先生是法国 MBT 建筑集团的副总裁，手里攥着华盛建设今年最大的海外合作项目，这合作金额高达9个亿。所以呢？你的档案我看了，前6年马丁先生来视察的时候都是你接待的，这次的翻译接待工作你继续做。赵主管，您刚说过翻译不是我的正式工作。特殊情况特殊对待嘛，这次是公司最重要的。那津贴恢复吗？沈念呀，这公司的行政制度刚改，不能为你一个人破例。这回算是加班，回头给你调休啊。调休？6年，上千份文件翻译，几十次外商接待，20多次商务谈判遂行口译，就值一个调休？赵主管，我建议呢，你找专业的翻译公司。你什么意思啊？我法语不好，我怕耽误集团的大事儿。沈念，你现在给我摆架子呢？不敢，我只是个行政文员，翻译不在我的职责范围内，这是您说的。你很好，你以为公司离了你就转不了了，有恃无恐了是吧？你现在就可以出去，这里不需要你了。祝您好运。念念，他找你说什么了？让我月底继续做翻译，接待马丁先生。那你我拒绝了呀。你疯了？那可是
是马丁先生9个亿的项目，90个亿也跟我没关系。人家都说了，翻译不算我的正式工作。那你不做，公司怎么办呀？我让他去找一个翻译公司。外面的翻译公司根本做不了建筑工程领域专业的法语口译，专业词汇有壁垒。我知道，你还……我也知道赵主管不会给我恢复津贴，所以这件事儿跟我没关系了。哎，这姑娘。那天下午，赵彦明的办公室进出不断。是梁经络，主修是营销及商的管理专业。他打电话的声音越来越大。什么叫找不到合适的？建筑工程方向法语口译这么难找，全市找不到一个。钱不是问题，你们再想想办法，好好找一找。3天8万，你们怎么不去抢钱呢？什么？最快下周3才能安排，这下周一马丁先生就到了。你看，和我没关系了。到点了，我要下班了。沈念，陆总，您怎么回来了？来开个小会。哟，这不是大忙人沈小姐吗？赵主管，您还屈尊来开会啊？这有些人呀，受了一点点挫折就甩脸子摆架子，不知道的还以为公司是他开的呢。好了，别说这些有的没的。马丁先生下周就到了，这个接待翻译的事情今天必须要定下来。老赵，你说说看，现在什么情况？卢总，我找了3家翻译公司，确实这建筑工程方向的法语口译比较稀缺，报价高且时间对不上。不过我找了一个更合适的人选，方晴。方晴是法国里昂商学院毕业的硕士，在法国留学工作了3年，法语非常流利。上个月刚入职我们行政部。各位好，我在法国生活了3年，法语日常交流完全没有问题。之前也做过一些商务场合的翻译，请各位放心。请各位放心。那工程方面的数据，你熟悉吗？这个我可以提前准备。本来不是沈念负责的吗？他做了6年，对法方的情况是最了解的。卢总，沈念在公司的岗位是行政文员，翻译不在他的职责范围之内。之前公司的安排有一些不规范，我来了以后做了一些调整。而且方晴是科班出身，这法国留学过来的，这专业程度上肯定是比沈念这种野路子强。沈念，你自己觉得呢？陆总，我觉得赵主管说的对。什么？翻译呢，的确不在我的职责范围内。我之前做了6年，是因为公司需要，我没有推辞。既然现在赵主管已经做好了新的安排，方小姐呢又在法国待了3年，肯定比我专业。我服从公司的安排。陆总，你看沈念他都赞成新人选了，您看？行吧，那就让方晴准备一下。沈念，你配合他。把之前的翻译资料整理一份给他。好。沈姐，之前那些法语复习资料，麻烦你下午整理好给我，我好提前熟悉一下。好，下午给你。哎，沈姐，你别往心里去啊，不是我要抢你的活儿，是赵主管觉得你一个行政文员太辛苦了，才安排我来分担的。你有法语8级证书吗？什么？全国法语专业8级考试，你过了吗？我是商学院毕业的，不考那个。那 Katy 呢？全国翻译专业资格考试。我做的是商务翻译，不需要。马丁先生这次来要谈的是预应力混凝土装配式建筑技术的联合研发协议，里面涉及到了结构力学、材料工程，还有施工工法等方面大量的专业词汇。方晴，
你知道不黑懂烫是什么意思吗？你知道不黑懂烫是什么意思吗？我下午我会把资料复印件给你，好好准备。念念，我刚才看见你跟方天说话了，为什么要帮他？谁说我在帮他？那你为什么告诉他那些专业术语啊？我只是想让他知道，他接不住。赵主管，你怎么来了？怎么一惊一乍的？一晚上没睡啊？加个班，研究一下沈姐给的资料。准备怎么样了？赵主管，专业术语太多了，你可是在法国待过3年啊，这沈念能做的事儿，你办不了。我学的是商科，建筑工程这些。你跟我说你法语没问题的时候，可没提过其他的。赵主管，这份资料里面有6年积累的建筑工程法语术语，光是常用的词条就有300多个，而且每个词条后面都注释着语境和马丁先生的用语习惯。这么短的时间，别废话了，方琦，这事儿是你打的包票，要是出什么岔子，你别干了。念念，我听说赵延明啊，今天又找了2家翻译公司，一家直接报价12万3天，另一家说这个建筑工程专业的法文口译他们做不了。那他同意给12万了？哪能啊？这个陆总的预算上限就批了5万，他不敢超，那就没辙了。还一个事儿，赵延明今天跟陆总汇报工作的时候，方晴准备的特别充分，完全能胜任。可是我们都知道，他根本接不住。所以呢，念念，你看你能不能？王姐，赵主管亲自任命的方晴，我一个行政文员，我不好插手。这就不是插不插手的事儿。马丁这次来是要敲定2期项目的技术转让条款，光这个技术的附件就80页的法文原文啊！难道你真让方晴翻？那你去找赵主管。我找了，他说方晴没问题。那就没问题。你变了。不是我变了，是有人告诉我说我做的事儿不算工作。我做了6年翻译，没有一次迟到，没有一次出错，没有1分钱加班费，唯一的补偿是每月2000块的翻译津贴。现在连这个都没了，那就各凭本事吧。你把这个 closed résiliation 翻译成分辨率条款，这是解约条款。对不起，赵主管，我还有这个 the hardy the snub， 你翻译什么？10年保修，这是10年责任担保，基本的法律概念你懂不懂？我就问你最后一句，你到底能不能干？我回去再修改。沈姐，我能请教你点问题吗？你说吧。这个词儿，Béton Faible Yalta a Performance， 资料上面写的是超高性能纤维混凝土，但我查了词典，上面写的是高性能纤维增强水泥基复合材料，哪个对？2个都对。如果你是在讨论材料性能的时候，你就用后者；如果是施工工法的时候，就用前者。马丁先生呢，他喜欢说 BFUP， 也就是缩写。如果他说缩写的时候，你就直接告诉他是超高性能纤维混凝土就可以了。啊，好，你等一下，还有这个，方晴，你现在要背的不只是术语，还有马丁先生的说话习惯。他语速快，喜欢说俚语，经常在正式条款讨论中说一些玩笑话。你要是跟不上他的反应速度，会冷场。我回去再找你背一背。你的方法就错了。翻译不是查词典，死记硬背没有用。你必须理解术语的概念，才能在对话中轻松转换。沈姐，法方的邮件你提前看过对不对？
法方秘书发到了公共邮箱，我当然看过。你早就知道会犯错，你故意的，你故意开我先好，对不对？你故意不提醒我，你早就知道会犯错，你故意开我先好，对不对？你故意不提醒我。方晴，我告诉你一句话，翻译这行没有阶级，不管你在法国住了3年还是30年，都不代表你做专业口译。这不是你会说法语就可以。法方的这封函件用的是标准的法律法语，和你的日常商务法语完全不是一个体系。你在法国上的商学院不教这些。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我该怎么办？我建议你去找赵主管，如实汇报情况。我不能，赵一鸣说了，我要是搞砸了，就得滚。方琴，你人呢？来对接一下新版合同。来了。念念，你对他是不是太狠了点儿？我没狠，我比谁都清楚他现在在经历什么。6年前，我第一次给马丁先生当翻译的时候，前一天晚上紧张的整夜没睡。区别是，在正式上场之前，我花了4年时间把所有能考的证书都考了个遍。而方晴，马丁先生周日下午到机场，方晴只有2天时间准备。盛年你好，我是马丁先生中方联络人苏菲亚，我们登记了。马丁先生让我转告你，他说上次你推荐那家餐厅很好吃，问你这次能不能再安排一次。6年了，没想到他还记得。王姐，喂，念念，都几点了，还没起呢？我今天好不容易休假，我想睡个懒觉。哎呀，你别睡了，你快起来！你看那个群里张安民发的通知。下午6点 ，MBT 集团马丁副总裁抵达机场，让方晴做好接机准备，带公司法语欢迎函。沈念不用参加。念念，赵延明这是铁了心不让你露面啊！随他。可是，要是马丁先生来了看不到你，会不会？会啊，他会问我在哪儿。然后呢？然后就看赵一鸣怎么圆喽。你真的什么都不打算做？我今天好不容易休假，我打算好好放松放松，然后呢，就等着看好戏喽。赵延明在办公室又发了一通火，骂了方晴半小时。沈念，他们准备动身去机场了，你真的不考虑回来帮忙吗？盛年小姐，我们刚完成专辑，马丁先生说接机不用太多人，就你一个人来就行了。喂，王姐。完了，念念，方晴在机场出大事了！完了！念念，方晴在机场出大事了！马丁先生，好久不见。Aus Mademoiselle？比较安心。I'm Martin Woodman of Estimation。Cher Monsieur Martin au nom de toute notre équipe mini ou adresse。你们公司之间的反应呢？你说的是沈念吧？她休假了。这位是索菲亚小姐吧？这一看就是一表人才啊！我听说了，是马丁先生的左右手。您好好说中文呢，这样我们沟通起来就方便了。赵先生，我是高级特助，不是你们公司的反应。好东西。赵主管，我快跟上，还是不够丢人。喂，王姐，怎么了？
完了！念念，方晴在机场出大事了！方晴在机场出大事了！你别着急啊，怎么了？慢慢说。我虽然听不懂，可方晴又是结巴又是哆嗦的，马丁先生的表情可难看了。我现在要跟车回公司了，明天上班再跟你细说。沈念，明天的商务会谈你必须到场，这是工作安排。请发正式工作单。你会收到的。6年了，这还是我第一次收到正式工作单，这只是个开始。昨晚没休息好吗？我没事。你要的正式工作单。协助，方健还是主翻译啊？怎么，你有意见？没有。马丁先生一行人一会儿就会来公司参观，方晴做主翻译官，你在旁边给他当辅助。记住，方晴是今天的主角，他需要帮助的时候你才能开口，明白了吗？明白。还有，不要在马丁先生面前提起你以前做翻译的事，他可能已经不记得。好。快出来吧，马丁先生到了。念念，王姐，别想了，等着看好戏吧。陆总，怎么这么慢？Mr. Martin， 来那边。沈念，哦，马雪你乌兹米。乌鲁西。乌鲁西。路萨拉菲西亚，想法开我在深色，马扎新呀，ki saki pilma。Pilma partner popsenchi. Жиржана лавовой, она пушета тес. Через пекететло, режиссер чочости пинтепап。王健，马丁先生说什么呢？我刚刚没反应过来，没听清。沈念，你说。马丁先生说很高兴来到华盛建设，感谢公司的热情接待。马丁先生，那咱们现在就去工厂看看机械。沈小姐，你翻译的不难受。没办法，有人告诉我，让我不要在马丁先生面前提我之前做过翻译的事。你们公司的内斗我不了解，我只知道排挤沈小姐这样的人才，有人会后悔的。马丁先生，这就是我们公司的新产品。Monsieur Martin, voici la nouvelle série produite en artifice. Pour la communication de cet élément pour fabriquer utiliser une communication humide ou une communication sèche. El nuevo registre CIMIC peut atteindre. 方晴，你还愣什么呢？你是翻译，马丁先生说了什么？你听不懂法语吗？我会法语的，但是马丁先生说了好多术语，我也不知道。或许可以请沈小姐来回答。沈念，你来说。陆总，方晴才是主翻译，他没有主动求助，我不能开口。沈念，你来翻译。马丁先生刚刚问的是预知构建连接节点的形式和抗震性能。Monsieur Martin, notre système utilise une connexion hybride humide sèche avec un niveau de résistance sismique déclassé 8. La connexion nodale a été validée par des assets vraiment secrets, conformément aux missions à Tropin.
陆总，马丁先生对贵司的产品很满意，下午就可以做详细的技术会谈，商议一下合作细节了。太好了，太好了！我先让车送你们回去酒店休息，咱们下午见。陆总，沈念，今天下午的技术座谈会，你来做主翻译。赵主管的工作单上写的是让方晴。我说的，今天下午的会议涉及到9个亿的合同条款，我承担不起任何风险，交给方晴，我不放心。好，好好准备。我会的。沈念，下午你翻译可以，但是我想说一句，不要在马丁先生面前说任何多余的话，只翻译，不要做私人交流。赵主管，您这是在教我怎么做翻译吗？我是告诉你自己的身份，你是公司的行政文员而已，不是外交官。我知道我自己的身份，倒是赵主管你还记得自己的职责吗？马丁先生， 나는 도닥터 with 아fan포트 towards the long dead。沈念，他说什么？陆总，这句话我就不翻译了吧。沈念，你是个翻译，老老实实翻译就行了，别在这里添油加醋的。赵主管，马丁先生说你们新找的那个翻译可算走了，事情终于可以回归正轨了。陆总，我找地方坐下。陈念，法语技术副业有80页，你之前被卸任的时候没看过最新版，这没问题吧？问题不大，前5版我全部都翻译过，每一个改动，每一处行动条款，我心里都有数。路 Kırsalif hayırlı fesles taktivi rahalis tuhte atiz proxy demo。陆总，2期项目的技术许可费，法方的报价是总合同的12%。太高了。1期我们谈的是8%。Monsieur Martin, cette relevée pour la vie, nous avons négocié le pourcentage. Monsieur Lou souhaite également vous rappeler que la simulation technique de l'équipe chinoise lors de la phase a dépassé les attentes. Par conséquent, les dépendances techniques vis-à-vis de la partie française seront considérablement réduites pour la phase 2. 沈念，你在说什么？这可是公司9个亿的大项目，你别添乱啊！赵主管，我在做我该做的事儿，为公司着想，也请你做好自己该做的事儿，比如不要外行知道内行。你Nefretesine verse, Jini provider plus pass。沈念，陆总，法方同意把项目合同降到9.5%。接下来3个小时，我翻译了超过2万字的技术条款讨论，处理了17个争议条款的协商，化解了2次因为文化差异导致的误会，全程没有1秒卡顿，没有一处错误。Bukut atahu Noah Kusak Lir Birtahat Asahu Papahan Patahu Ailte。沈念，马丁先生是不是说可以把价格降到9%？是，明天再详谈。太好了，好啊。马丁先生果然爽快，非常感谢，祝我们的合作越来越顺利。Şimdi bu namaza interpret les zemzem klavek。马丁先生说，沈念小姐是他合作过最好的翻译。沈念小姐谦虚了，这句话我就帮你翻译了。陆总。我去送送他们。沈念，你刚刚加的那句话救了公司至少2000万，你是公司的大功臣呢。我只是在陈述事实。就算是陈述事实，有多少人能够一下子融会贯通，瞬间想起来了？沈念，你对这个项目的了解，比我们公司的项目专员还要深呢。走。之前赵主管提议让方晴代替你接待马丁先生，我虽然没有立即答应，但是我也就是觉得你是做惯了的老人，也
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我明白，毕竟您最后还是换人了嘛。翻译嘛，能有多难？可是我现在发现这件事儿，也不是人人都能做的。沈念，你在翻译的过程中，经常会帮公司把关这些条款吗？偶尔。这6年间，通过你的把关和翻译，公司在法防项目上少走了多少弯路，省了多少冤枉钱，你知道吗？没算过。刚在会议间隙，我打了个电话，让财务帮我算了一下。粗略估计，6年来，你帮公司省了至少3000万。你笑什么？我在笑，我的付出终于被人真正看见了，虽然是以这种形式。对了，那你现在的翻译津贴每个月是2000块吧？以前是，现在被取消了。以前是，现在被取消了。被取消了？什么时候？赵主管新官上任3把火，第1把就是节流，所有非正式员工的岗位津贴一律取消。我应该就是他杀鸡儆猴的那只鸡。这件事他之前跟我汇报的时候，我真不知道细节。没关系的，陆总，您不用和我解释。赵主管他按制度办事，没有错。你真的觉得他没有错？毕竟制度确实没有把翻译列入我的岗位职责范围内。说起来，我还要谢谢赵主管呢。如果不是因为他，我都没发现整整6年，我甚至没收到过一张真正的正式工作单。你的岗位是行政文员，这翻译不在你的岗位职责范围内。你做了6年的翻译，从来没有人给你下过正式的翻译工作单，对吧？所以严格来说，这6年我是自愿加班，帮公司省了3000万。我是自愿加班，帮公司省了3000万。沈念，这件事我现在就去好好查查。你放心，我一定会给你的交代。3000万。沈念，你每个月领的那2000块的翻译津贴也一样。喂，我是索菲亚，诗念小姐。毛弟先生问你明天能不能一起去杭网菜餐厅，他专门从法国带了一瓶2005年的波尔多红酒，说要和老朋友喝。替我谢谢马丁先生，不过明天晚上的晚宴呢，需要等公司安排。诗念小姐，有件事儿，毛丁先生提前让我告诉你，你最好做个心理准备。明天的正式会谈上，他提出一个要求，可能让你的公司很是为难。什么要求啊？他要求在合同里加一条，在2期项目中，所有的中法沟通指定由你一个人来负责。如果你不在，合同终止。你确定？这是马丁先生的原话。替我谢谢马丁先生。马丁先生是法国 MBT 建筑集团的副总裁，手里攥着华盛建设今年最大的海外合作项目，这合作金额高达9个亿，价值9个亿的合同，绑定在个月薪5000的行政文员身上，赵延明，这种结果想过吗？人都齐了，正好在陆总和马丁先生来之前，我给大家开个碰头会。方晴呢？方晴请病假。病假？看来昨天的打击不小啊。现在开始了啊！今天啊，是马丁先生来这儿的第2天，最重要的事儿就是工地的实地考察和晚上的晚宴。翻译继续由沈念负责。但是我想强调一点啊，沈念只负责翻译，不参与商务的决策讨论。你的职责是传话，不是谈判。明白。什么人啊？自己没本事还不允许别人出头。说什么呢？
陆先生，马丁先生，你们来了。La surprise che ti porterei Sofia Fladelli。这是塞代人。哦，马丁先生问去工地的路上堵不堵？啊，好走好走，这儿路很宽敞。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实地考察吧。其实我会点中文。难道那个合同里的要求是马丁先生看出我的处境不好，才故意准备提出的？Merci， Monsieur Martin。新年，es un meeting。如果是这样，那事情就有趣了。马丁先生不是坐办公室的高管，他是真正懂技术的人。这一天，每到一个施工点，他都会蹲下来看细节，然后问出极其专业的问题，让项目部的同事们焦头烂额。这个数据我们可以回去查查资料。训练，我稍微了解一下。沈念，你记得我跟你说过什么？这是公司的大事，不是你出风头的舞台。而这一次，甚至不需要我来亲自反驳。够了，沈念，你听到了吗？卢总说了，你给我适可而止。我说的是你呀，赵延明，闹够了没有？陆总，您说什么？沈念，接下来与马丁先生的沟通中，只要对公司好的事儿，你如果想做什么就放手去做，我给你这个权利。好。训练，我稍微了解一下。La barométrie des performances est 392。沈念，你说了什么？马丁先生追问灌浆套筒的力学性能参数，我把之前技术备忘录里的数据告诉他。这些技术细节你都知道？这个数据在3个月前法方发来的技术备忘录里出现过，我翻译的时候记住了。那你们怎么不知道？那份备忘录是法语的，我们没看过翻译件。那翻译件呢？沈念之前翻译了发给我们，但工地的人没太注意。沈念一个行政文员，对你们项目的技术细节比你们了解的还清楚，你们不觉得丢人吗？陆总，今天的考察差不多要结束了，赵主管呢订好了酒店，帮马丁先生接风启尘。今天就放过你们，好好跟前辈学习学习。是。马丁先生，那我代表公司今晚好好的招待你，这边请。念念，你这人太好了，那赵延明都那么对你了，你还给他找台阶下？谁说我给他找台阶了？马丁先生对鹅肝过敏这个事儿，我没有写进资料里，整个公司只有我一个人知道。那赵延明的满意，证明我的价值，这只是第一步。第二步，我就是让那些德不配位、企图踩着我上位的人付出代价。马丁先生，刚才的考察呢，出现了一些小插曲，但是都已经过去了。这杯呢，我敬你，祝我们的合作一帆风顺。马丁先生，你远道而来，我特意为您准备了一些法国的地道菜，您尝一尝。Monsieur Martin, voici des plats authentiques français que l'on fait préparer spécial à l'anglais。怎么了？我们和贵司合作也有1年了，就这么招待我们的吗？马丁先生，这真是我精心为您准备的，您这是什么意思啊？赵主管，菜单里面有鹅肝，马丁先生对鹅肝过敏，你不知道吗？过敏？沈念，你知道对不对？马丁先生每次都会告诉我，我当然知道。这么重要的事儿，你怎么不写到资料里头？赵主管，您让我准备的是翻译资料，关于招待的细节您全权负责，您有义务自己亲自向法方确认。毕竟，沈念只负责翻译，不参与商务的决策讨论。你的职责是传话，不是谈判。我只是个翻译，这是您说的。你就是在强词夺理。我们是来吃饭的，不是来看你们公司内斗的。
所以这件事情怎么解决？陆总，您都看到了，沈念明明知道马丁先生对鹅肝过敏，他不告诉我，这是故意陷害我。他就是想出风头当英雄。你说够了没有？你没听到索菲亚小姐说的是什么吗？你嫌人丢脸，还丢得不够吗？沈念，你比较了解马丁先生，你说该怎么办？陆总，我和赵主管的确有一些矛盾，但他有一句话说得对，我就是个负责翻译的行政文员。这6年，我做了太多我职责范围之外的事儿，但是他教会了我一件事：名不正则言不顺。从今天开始，和马丁先生相关的一切事务，赵延明不再负责。陆总，全权交由沈念。谢谢陆总。沈念，可别让我失望啊！换成了普罗旺斯炖菜配法式小牛排，马丁先生的最爱。C'est plat je l'offre personnellement en tant que ami。Amabile admission. Gracias, ele continue que cante. Course, allez-tu, allez-y. 马丁先生说，感谢华盛建设的精心招待，安排的菜品很贴心。我感谢的是你，不是你的公司。您会中文？毛丁先生是个好学人，和华盛合作6年，自然也会学一些语言。我很喜欢中文，我女儿今年有毕业，学的是中文，想明年来中国实习。我跟她说，来中国一定要找沈小姐，她会照顾好你。原来是这样。马丁先生，那我们边吃边聊。沈念，原来你连马丁先生的女儿都认识？认识。4年前他来中国旅游，马丁先生托我照顾过他几天。你和马丁先生的交情比我想象当中要深得多。只是工作接触多了，自然就熟悉了。对了，还有一件事情。Lorstila Rionsi Singti Dimati, Tenio Singki Manshipumati, Ajoti Alansi Tikat, Lokentasi Pers, Jila Shusi Feshatikmat。马丁先生说，明天早上的签约会上，他有一项额外的条件要加到合同附件里，这个具体的要求他明天正式提出。那能不能先透露一下？Ayun Kasyun Besina。关于人的事儿。太感谢了，马丁先生，那您早点回家休息。来，一路顺风。也不知马丁先生说的这个附加条件到底是什么？沈念，有人可跟我说了，这马丁先生的附加条件只有一个，就是你做他的专属翻译，否则的话，他就不签合约了。什么？沈念，是真的吗？你提前就知道了。索菲亚提前告诉过我，但明天具体是不是这条，我不确定。你不确定？马丁先生跟你关系那么好，他不提前告诉你？赵主管，法方要提什么那是他们的权利，我左右不了。你那么神通广大，左右不了，你太谦虚了。赵主管，你要是生气陆总把你的工作给了我，大可以直说，没必要这么阴阳怪气的。我阴阳怪气？沈念，那是你吧？我告诉你，你现在都开始跟法方串通一气了。赵主管，我和马丁先生认识6年，从来没有做过任何损害公司利益的事儿。那你说，那人家为什么合同上指定是你呢？因为信任我。信任？你是一个月薪5000的行政文员，人家是法方的副总裁，信任你？你以为你自己是谁呀？赵主管，我想这个问题你不应该问我，应该明天亲自去问问马丁先生，还是说你不敢？沈念，你跟马丁先生说一下，让他能不能别提这个条件。赵主管，你认真的？我不管你有什么办法，这个条件不能出现在合同里头。你一个行政文员的名字怎么能出现在91的合同里头？这传出去，这像什么话呀？
赵主管，你是不是忘了呀？现在关于马丁先生的所有事务，全由我负责。何况陆总还在这儿呢，我想，也轮不到你来命令我吧？是啊，我也想知道，到底像什么呀？赵主管怎么不往下说了呀？像他沈念在要挟公司啊！赵延明，我对你的容忍是有限度的。陆总，您刚才看到了，马丁先生明明是对这鹅肝过敏，他明明知道，他不告诉我，他故意害我，他就想夺权，而且现在他已经串通法方，他开始逼宫了都。够了！什么要挟，什么逼宫？那你告诉我，为什么沈念作为一个行政文员兼职的翻译，对项目的技术细节和马丁先生的私人事务能考虑得妥妥当当，而你呢，一个项目的总负责人，每次都给我丢人现眼。你拿多少工资？沈念拿多少工资？你不觉得自己亏心吗？陆总，赵主管，今晚要不是沈念出来解围，这个鹅肝过敏的事故，公司需要花1个月的时间来做公关成本。你觉得这是要挟吗？陆总，对不起，是我大意了，您再给我一次机会。行了，你回去吧，以后马丁先生的事就别参与了。陆总，沈念，我有点事，我们私下聊聊。好。陆总。沈念，那我就开门见山了。马丁先生在合同上提到的要你做专属翻译的这事儿，是你的意愿，还是他自己提出的？他自己的意思。你早就知道了。法方联络人事先告知了我。那你为什么不汇报？我只负责翻译，至于商业会谈的事儿，我不能插手，这是赵彦明的原话。那赵彦明还说，是你怂恿法方。陆总，我在公司6年，从来没有做过任何损害公司利益的事儿，没做过的事儿我不屑于澄清。这6年来，您可以查每一次会议纪要，每一次翻译文件，事实会说明。我查过了，这是你6年来的所有翻译文件，涉及到的合同金额总计是17个亿，所有翻译件零差错，还有你经手的13次商务谈判，为公司争取到的条款优化金额，保守估计超过4000万。这些数据是我让财务部和项目部加班给我整理出来的。你知道我看到这些数据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吗？不知道。不可思议。一个人拿着5000块工资的行政文员，竟然能给公司创造这么大的价值，而我作为总裁，到今天才知道，亏得我之前还以为给你每个月加2000块的翻译津贴，已经算是额外优待了。沈念，没有看到你的付出，是公司，也是我的过失。陆总，听我说完。你之前不是说赵彦明来了之后取消了你的翻译津贴吗？我后来去查了查，我才发现赵彦明他没有按照制度办事，而是在排除异己。排除异己？你是说方晴？方晴呢，是他从前家公司带来的人。我不了解这些。你就不要帮他隐瞒了。这个事儿我已经从人事那调过档案了。方晴呢，是他前家公司的下属，他的学历显示是法国里昂商学院的硕士，但在留付网上查不到认证。你是说方晴学历造假？还不确定，正在核实。但无论结果如何，明天的签约会，我能相信的人就只有你。这是临时的授权书，我现在正式授权你，作为华盛建设的首席翻译官，全权负责中法双方所有文本翻译的确认工作。终于再也没有任何人能踩着我的付出跟我说一切都是我自愿，不算正式工作。我赢回了上桌的资格。谢谢，我会好好准备的。还有一件事，您说。马丁先生提到的这个条款，如果他坚持的话，
公司应该如何应对？当然是答应他。给我一个理由。马丁先生不是在提无理要求，他是在告诉你，他和华盛建设的合作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信任。不过由于方晴和赵彦明的精彩操作，这份信任目前只建立在我身上。如果您拒绝他，他可能会觉得你不重视他最看重的东西。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如果合同上签了你的名字，你就再也不只是一个行政文员了。我知道，但我也不想只当一个行政文员。你真的想清楚了？陆总，这6年来我每一天都想得很清楚，只是没人问过我。好，监员会明天10点开始，你早点回家，好好准备。好。陈念，我的道歉迟了6年，但是有些事儿不会再迟到了。合同细则刚刚已经讨论过了，这个是具体合同的中法双语对照版，大家在签字前仔细核对一下。如果还有其他疑问的话，我们再开会讨论。我方希望增加1条附加条款。请。终于要来了。我方要求在合作期间，中方双方的所有技术文件翻译、会议口译、商务沟通翻译，指定由沈女士来负责。若沈念女士因为不可考虑无法履职，双方应协商代替方案，任何一方不得擅自更换翻译人员。陆总，这个条款不合理，这翻译人员的安排是我方的内部事务，这怎么能写进合同里呢？赵主管，我说了，马丁先生的相关事务你不再参与。马丁先生，这个条款我们原则上可以接受，但我需要知道一下您为何这么坚持选择沈念。Mas Martin, não vão aceitar cette clause en punch, mais comprendre pourquoi vous insistez dans nom de沈念。Ele is eine Physician Anesthetist Support。 6年前，我第一次来到华盛建设考察。那时的我对中国的建筑市场不抱任何信心，在来之前就做好了打道回府的准备。是沈念小姐改变了我的想法，她不只是在翻译话语，她是在翻译我的意思。她能听出我话里没说出口的担忧，然后用最准确的语言呈现出来。她能把你们的技术实力用我最能理解的方式呈现出来。这6年来，我和华盛建设没有产生过一次大的分歧。不是因为没有矛盾，是因为每一次有矛盾出现的时候，都是沈念小姐在中间做的最好的话题。她不是传话者，她是桥梁。所以这不是我对贵公司事务的干涉，而是我对9亿投资的保障。马丁先生果然是商业太太，在识人方面我望尘莫及。陆总，这个条款我方同意。赵主管，没有异议吧？签字吧。合作愉快，合作愉快。沈小姐，你稍等一下，马丁先生有话和你聊聊。沈念，c'est vert pour moi。Vous ne me débouchez。Gina Wotomanti Party Visual de Comebe de Tijulis, John Washington, Celeste Von, Celeste Collihead, Vitesio de Gershomil, Estefan, Activin, Kirste, NPT. Uno Arte Achaves, Kalasta, Haufen, Helevese. Auch Nechleva, Desi, Haumehead. Hoish, Quashin, Hesime, das Techle, Bot, Hebe, Achabalekis, de Dodi, Caneste, in der Tru, Hepalahavet. Mas Martin, it semble bien cette
Evaluasi alisibi ahali simonimo palisti galisti vekeci. Parkeva zina polofosketi ziawe keti cortes. Rvei geblesh. Benzor achte tolofati ahata alnebu kestefer alhashin ze alasenti kelasti alakshi vesi jasti kiti telipe tilo. Comment le savais? Женien, aste pos keliti kerte alekte fohas, des polisti kemeti tasti mati ashur ke person keste arches confias. 燕郊翻译工作室法定代表人沈念，注册资本50万，主业务法语笔译和口译服务。去年营业额不用念了，320万，不低了，沈小姐。 白天在华商当行政文员，晚上和周末经营自己的翻译工作室，团队才4个人，能达到这个数额，可见能力过人。我开了一家翻译工作室的事儿，公司不知道，黄姐不知道，张彦明更是不知道。没想到马丁先生你是第一个知道的。 Kakotowe allons-y atoque. Je n'ai jamais vu l'intention d'affaire. Et pourquoi what? Parce qu'il n'y a pas de confiance dans ta chair. Que ta voyant, doch de meilleur de pourrir. Je n'ai jamais pris de client concurrent de façon. Je n'ai eu aucune ressource de l'entrée pour riche. Et cela n'affecte en rien du tout relation avec façon. Sem pasen choqué par la faute des mathématiques et sans poli qui implique les effets ces réformes d'été pour mathématiques. Pendant fait journée dans les côtés, les TC félicite. Ken 34, NT 44, TC Facebook, DC page, les topo. Il faut faire que l'info constitution. C'est pour cela que j'ai envie de faire mon agence. Non portez pas. 这是真正属于你的事业，把它做大。我以为你想让我当顾问，我要是经营自己的工作室，那给您的时间就更少了。No. J'imagine pas où t'es bien piégé chez nous. Quelle est la chaîne qu'on commence avec tes fertiles, les alumni qui restent alumni qui cherchent pas. Rotez-moi les archives qui sont des télécoms, tester, morti anti-resté forêt. Je n'ai pas de quoi vous parler. Des millions de générations pertinentes, actuelles, kanchi, motosil, lorpaches, interpopulaires, yartashin, alaji, docteur. Il nous trouve inacté, jarchin, gesi, il tentation, decantation, et c'est pour les qui sont passés, c'est passeports de nafes, affectionnés, et sa progression pour chacun qui est. Et les terres de forêt les forêts, les impertifélistiques, les chemins, les chemins, les militaires sortent. Satellite devait être un union. Sinon, on aurait trouvé la personne depuis bien longtemps. Les mêmes données testées élitaires trouvent des intimes questions qui fait effectivement qui fait donc les questions qui humaines qui est par la suite. Oui. 沈小姐，6年前那封促使华生和我们合作的推荐信是你写的对吧？沈念，是你？说什么？那封介绍信是沈念写的？这怎么可能？你要服！别给我转洋文！够了，你别为难索菲亚小姐。那封信是我写的。不可能！你什么时候写的？2018年初，那个时候我刚入职华盛建设半年，在整理档案的时候，发现了华盛正在竞标 MBT 的中国合作伙伴名额。当时竞标的公司有7家，华盛排在最后。我分析了所有华盛的技术资料，用法语写了这封推荐信，通过 MBT 的公开邮箱投递的。你一个实习期的行政文员，居然有胆量主动写给外国公司推荐信？对。谁批准的？没人批准，也没人知道。你知道这是什么性质吗？未经公司的授权，擅自以公司的名义对外联络。赵主管，朱总，沈念，
你继续说。2018年的时候，华盛建设在海外没有任何建树，当时竞标的7家公司，我们排名垫底。我知道按照正常流程根本没机会，所以我整理了华盛的全部技术资料，写了这封推荐信。然后呢？然后毛定先生看了那封推荐信，决定亲自来华盛考察，再然后才有了和华盛这6年的合作。那是马丁先生第一次来中国，也是我第一次给他当翻译。所以，你的意思是，马丁先生最初选择我们华盛集团，不是因为我们的竞标方案，而是因为你写的这封推荐信。那封信只是让他有了来看一看的兴趣，当然竞标方案也同样重要。不，如果没有推荐信，我才不会来。这些事儿，你为什么一直都不说？因为没人问过我。这6年来，你帮公司争取到了一个最大的海外客户，翻译了上千份文件，还帮公司谈下了17个亿的合同，你都不说。因为说了也没有用，公司晋升有流程有标准，我说了岗位编制也不会变。翻译今天3年前才有，现在还被取消了，我说与不说，结果都一样。不，这一次结果不会一样了。陆总，应该不会。马丁先生，我们顺利地签完了合同，非常感谢。但是抱歉，这一次我不能送您去机场了，因为我要马上召开一个专题会议，关于财务部门的设置、沈念的岗位调整以及人事方面的问题。陆总，我可以解释。会上解释吧。那我们先走了。陆总，请这边。Honaver Martin Singh Awesome Forsikin Ekla Martin Singh Asito. Merci. Monsieur Martin. Gefeles in Kampfalete Hosin ala Pomination Kestefi Kesti Ali Palefi. 都过来一下，开个会，我有重要事情要宣布。今天的会要解决3件事情：第一，沈念的岗位问题；第二，翻译部的设置问题；第三，相关的人员调整。第一件事，沈念呢，在行政文员的岗位上做了6年的翻译，他实际承担的职责远远超出了他的岗位范围。这件事，公司也有责任。我的建议呢，从即日起，把沈念的岗位。陆总，在您做出决定之前，有些事情我必须得说清楚。说。沈念能力确实不错，但他今天暴露出来的问题更严重。6年前，他未经授权擅自给法方写推荐信，这是严重违规啊！不管结果怎么样，从程序上这就是错的，而且也说明了他根本就没把公司的规定放在眼里，也就是没把公司放在眼里。赵主管，我做了什么，没有做什么，自然有公司的记录为准。对公司，我问心无愧。是吗？今天马丁先生在合同里提出的指定你做翻译的条款，我有理由怀疑是沈念和法方串通好的。他利用和马丁先生私人交情，在合同里绑定自己的位置，他这是在要挟公司。沈念，你敢不敢承认？是呀，人家说的有道理。不然人马丁先生为什么偏偏要在合同里面加上沈念？就是沈念又不是他下属。你们别这么说，我相信沈念他不是那样的人。说完了。怎么，无言以对了？既然赵主管你没别的证据，那么我回应你2点。第一，关于6年前的那封推荐信，我走的是 MBT 的公开征集渠道，任何人、任何公司都可以投递。
我没有冒用华顺建设的名义，信里写的内容是来自中国建筑行业从业者的个人推荐，你可以随时向马丁先生核实。第二，关于马丁先生合同里的指定翻译条款，我事先确实知情，不过我没有主动要求他这么做，恰恰相反。这个是法方联络人索菲亚3天前通知我的时候，我给他的回复，大家可以看一下。请马丁先生三思，这可能会让公司为难。你看到了，赵主管，我不但没有串通法方，我还劝马丁先生不要提这个条件，但他坚持了，因为他觉得一个连翻译津贴都被剥夺的人，需要一份合同来保障。赵彦明，你还有什么话要说？第二件事，孙经理，你来说。方晴的学历核实结果出来了。什么？这好端端的，为什么查方晴的学历啊？这是我的命令。继续说，孙经理。里昂商学院的确有过一个叫方晴的注册学生，但那只是交换生项目，为期6个月。所以他在简历中写的硕士学位不存在。原来方晴搞学历造假，这种人是怎么进公司的？这还不简单呀！人方晴是赵主管从上个公司带过来的。哼，怪不得赵主管一直都针对沈念，而且还力保方晴做主翻译。这些我都不清楚，他当时跟我说的是。赵主管，方晴的入职流程是你特批的绿色通道，学历直接跳过了核验环节。你签的字。所以赵彦明啊，方晴的事你是真不知道，还是给他走在后门了？我当时确实相信了他说的。你带了一个学历造假的人进来，替换掉了在公司工作了6年，为公司引进最大一个海外客户的翻译人员。好啊，人家外商来了以后，你提供不出一个合格的翻译，差点搞砸了公司9个亿的项目。陆总，是我识人不清，我犯了错。方晴他当时接待的时候表现不好，可是你也早早的给他换了不是？而且方晴也确实帮沈念翻译了一些文件，这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这有这么严重吗？你真觉得没有这么严重吗？沈念，你别得意，方晴到底怎么你了？这个时候还落井下石？我没有落井下石，我只是有些事儿没让你们知道。Set portionally the Shorlade Longkate, Ankit Ahasi Ahasirohol, Dictate Sifake. Nin Sean, Sekefat, Sekisifanche Sekiveki, Late Siketvet, Late Kave, Late Market, Don't Ictasi Pakasite, Don't Sit in Cafe. Monsieur Martin, la situation est la suivante. Il y a 3 mois, la studio de conception a émis une notification de changement. La l'envoi des annonces a confirmé qu'un changement. Les ventes des groues avaient vu autour jour. Chantier sont les restes de l'ancien plan. Le chantier est en cours de remplacement par l'eau. La traduction française de cette notification des changements devrait avoir envoyé la semaine dernière. No， 我没有收到这变更通知书的法律件。师姐，怎么了？陆总，之前变更试卷的通知谁翻译的？方晴。陆总，之前变更试卷的通知谁翻译的？方晴。原来你那个时候问我这个是这原因。方晴翻译的那批资料里，这个变更通知要么是漏译了，要么就是翻错了没有放进去。因为这个严重的错漏，索菲亚作为技术顾问，当场用法语建议马丁先生暂停谈判，暂时取消合作。那你是怎么解决的？之前我担心方晴会出错，所以相关的所有重要资料我都翻译一遍做留存，所以及时补上了缺口。还好有你。
沈念，如果没有你，这9个亿真的是要泡汤了。念念，你太棒了。沈念，你也太低调了吧！出这么大的事儿，你一句话都不说。因为我是公司的一份子，在谈判桌上，我不想让马丁先生觉得我们华盛集团不专业。赵主管，现在你还觉得我是不为公司着想，是要挟公司吗？没有沈念，公司这笔生意谈不成。所以，沈念，从今天起，公司会成立翻译与国际事务部，由你来担任部门负责人。所以，沈念，从今天起，公司会成立翻译和国际事务部，由你来担任部门负责人。当然，成立一个新部门不只是挂个牌子就完事儿了，架构、预算、编制，还有责任划分，都是从零开始。所以，沈念啊，你身上的担子很重啊。我会努力的。从今天起，行政部门外联的对外所有权限都划给沈念的新部门。至于方晴，辞退。没有外联的对接权，赵元明即便是行政主管，也只能管考勤还有办公用品采购了。我这是要架空赵主管呀！特别是沈念这一提拔，直接和赵元明平级了。大家还有什么意见吗？好，散会。沈念，你以为你赢了是吗？我告诉你，事情没那么简单，我是不会放过你的。好啊，赵主管，那我就等着看你是怎么不放过我。你听说了吗？沈念以前给公司做了6年免费翻译，新来的赵彦明把人津贴都取消了。何止取消津贴呀，他还找了个假海归来替代沈念呢，差点把9个亿的合同都搞砸了。那个方晴的学历是假的，就去里昂商学院交换了半年，就敢说自己是硕士。赵彦明不知道，他签字特批的，特意跳过了学历核验，他怎么可能不知道的？别哭了，擦擦吧，妆都哭花了。擦擦吧，妆都哭花了。我之前真的在法国待过3年的。你不用跟我解释，你还年轻，好好提升自己，以后有的是机会。学历造假都被爆出来，我在业内还有什么机会？学历造假的事儿，我也不晓得。之前我是赵彦明的下属，他怕自己空降威信不够，就想找个心腹，所以选中了我。但我的第一学历够不上华盛的招聘要求，他就劝我，我就鬼迷心窍了。方晴，你已经不是学生了，以后应该要有自己的主见。沈姐，我知道你恨我，我不恨你，我从来没有恨过你。但我就想告诉你，那些专业用语，我真的背了3天3夜。我知道，但还不够。你真的很厉害，我在法国3年没有学到的东西，你不出国就全会了。因为我花了比3年还长的时间。如果你肯低下头，好好努力，你也可以做到。沈姐，你小心点吧。赵彦明之前在总部，而总部的前副总是他的靠山。你横空出世，打乱了他们的计划，他们不会放过你的。我会注意的。沈姐，对不起。难道这就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他也不是什么坏人，他也是被人放在这个错误的位置上的，而真正把他放在这个位置上的人，还在隔壁办公室里坐着。念念，你看，念念，看，
这文章上面虽然没有点名字，但很明显就是在内涵你，说你利用跟法方的个人关系，强行在合同当中掐入了指定的条款，这本质上就是在绑定公司的核心客户群体。以为自己当了部门领导就了不起了，说到底还是靠攀上了法国老头。这肯定是赵彦明干的，可真够阴的。没证据，那你打算怎么办呀？难道就这么忍着？王姐，你觉得一篇匿名文章能动摇什么吗？马丁先生会因为我们公司内网的一篇帖子改变看法吗？陆总会因为几个匿名的人收回任命吗？说的也对，这些都是小打小闹。如果真的想把权力从我手里夺回去，我看赵彦明的手段还在后头呢。沈念，总部的前副总来了，点名要见你。沈姐，你小心点吧。赵彦明之前在总部，而总部的前副总是他的靠山，以后你他们出事，打乱了他们的计划，他们不会放过你的。看，这不是来了。陆总，前副总找我什么事儿？总部那边对你新部门的设立有些意见。什么意见？前副总认为翻译与国际事务部的存在缺乏必要性论证，他建议翻译职能还是回归行政部门，由赵彦明统一管理。陆总，那你的意见呢？我的意见不重要。钱学文是副总裁，他在集团里有话语权。赵彦明找个前副总来，这是想把我打回原形啊！他给了你一个选择，翻译职能回归于行政部，你的职级呢可以调整为行政部门的副主管，这样向赵彦明汇报，或者你自己提出调岗申请，离开翻译相关工作。这不是在让我选择，这是在逼我走。沈念，赵彦明动不了马丁先生合同里的指定条款，他就来动我的部门。他以为把翻译职能收回行政部，他就能控制我了。但他忘了一件最重要的事儿。什么？马丁先生在合同里指定的是沈念，不是指定的华盛建设翻译部。我在哪个部门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这个人。如果我走了，合同条款自动触发。你的意思是？我辞职，合同自动终止。9个亿，赵彦明和钱学文赔得起吗？沈念，你这是在威胁公司吗？你就是沈念。钱副总好，赵主管，几天不见，您还是这么精神。少来这一套，都敢威胁公司了，你是真想撕破脸是不是？我只是在陈述合同条款。好了好了，沈念啊，我想猜测新部门是出于对预算还有编制考虑，你要有什么意见，大家也可以慢慢聊嘛。钱总，我没什么意见，我想问您一件事儿。哦，你问。您在来之前有没有看过 MBT 合同的附加条款？我看过摘要。我念一下：如沈念女士因不可抗力无法履职，双方应协商替代方案，任何一方不得在未经对方同意的情况下更换指定翻译。所以钱总，您把我的部门撤了，我的岗位没了，我离职了，合同自动生效，马丁先生有权暂停合作。你是打定主意要拿合同压集团？不敢，我只是想告诉你，在做公司架构调整之前，请先评估法律风险。陆总、钱总，他这明摆着是要挟公司啊！他就是想靠着跟法方的私人关系来绑架公司。赵主管，你说我绑架公司，那我问你，你在行政部做了什么？你调来1个月，取消了我的津贴，安排了一个学历造假的人来替我，差点搞砸了马丁先生9个亿的合同。你和我到底谁在绑架公司？你少在这冠冕堂皇的呀！你又是那么干净吗？陆总，您可能还不知道，这沈念呀，在公司之外还偷偷成立了一家私人企业。什么？我只想说这个，
赵主管给总部发送了一份报告，举报你一边在华盛上班，一边开设自己的翻译公司，这中间存在着利益冲突。总部那边已经收到报告了，要求我们配合核查。钱副总的能力不容小觑啊，这么快就查到了？沈念啊，若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好啊，核查就核查。你不害怕？孙经理，我的翻译工作室注册2年以来，从来没有接过华盛任何竞争对手的业务，也从来没有用过任何公司的资源，所有的工作都在下班时间完成。客户合同、银行流水、工作时间往来我都有，我有什么好怕的？你少在这强词夺理，公司有明文规定，员工不能在外兼职。那条规定适用的范围是全职业务岗位，我的岗位是行政文员，不在限制范围内。你说什么？不信的话，你可以自己去查。赵主管，你不是最爱说这句话了吗？我只是个行政文员而已。那是之前，你现在可不是行政文员了吧？所以说，我可以辞职，但是我辞职之后，马丁先生那边怎么办？我就不知道了。哦，对了，我还有一件事要说。今天早上呢，我查了一下方晴的入职审批手续。我发现他的绿色特批通道需要2个人签字，一个呢是赵主管，另一个则是总部的审批人。钱总，那个审批签字是您的吧？沈念啊，你要搞清楚这是什么场合。今天是讨论架构的调整，不是调查人事流程。钱总，方晴的入职审批手续是公开的，人事系统里可以查到。您要是没签字儿，一句话就能澄清。我有什么必要跟你解释？不想解释也没关系。关于公司架构调整呢，我的意见也很简单：翻译与国际事业部是公司需要，不是我个人需要一个头衔。如果集团认为这个部门不重要，可以撤。不过我需要一份书面的决议，最好再附上法律顾问的风险评估报告。沈念呀，沈念，看来你是有备而来呀。过奖。你是得意了，你拿着合同和法律，想要逼集团对你在外开公司的事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对，你那个盐桥工作室靠着马丁先生的推荐信，都混进了世界金融论坛当主办方的翻译了，你能不得意吗？这件事儿，他是怎么知道的？世界金融论坛，就是这周在本市召开的世界金融论坛。沈念，是真的吗？是真的，不过不是马丁先生给的推荐信，是盐桥之前的合作的客户牵线的。好，好啊，真是双喜临门。你在行业里打出口碑，也可以反哺我们华盛。正好，我有个项目打算跟你说。什么项目？集团呢，明年的战略规划里有一条是要打开中东市场。阿联酋那边有一个大型综合项目需要招标，需要会阿拉伯语的翻译团队来配合。但是总部没有这种语种的人才储备，而且我准备向总部建议，由你们的部门来负责这次原支持，而且你们的部门从此只属于集团总部。直属总部？哎呦，念念，那你相当于当上副总了呀，跟钱总平级了。陆明，你是不是打报告？钱总，虽然你是总部的人，我是分部的人，但您别忘了，我们的职级也算是平级。我向总部提交经营建议，还需要经过您的允许吗？你是想跟我打擂台？是又怎样？沈念，你怎么想？陆总，您别着急。沈念，你不想给大家介绍一下你那个盐桥工作室合作的客户吗？客户？赵主管，你有什么想说的就可以直说，没有必要这样。好啊，这可是你说的呀。盐桥翻译工作室法定代表人沈念，上一个完整自然年度全年总营业额是320万，本年度上半年已经做到了400万，而在你的客户名单里有6家都是我们华盛建设曾经的供应商。6家供应商，
这就是明晃晃的利益输送。这回看你怎么解释。华景建材、通和物流、正源钢构、远东幕墙、宏达机电、金山混凝土，还真都是我们公司的客户。沈念的胆子也太大了吧！拿公司的资源给自己谋利，疯了吧？还有没有点街道的啦？哎呀，哎，骆总，你就算想来打擂台，也不应该找这么个人呐。利益输送，公司都可以提报了呀。哎，我看啊，你还是老老实实的将这个新名裁了啊。沈念，你有没有做过？念念，赵主管，查得很仔细嘛。谢谢，这回你没话说了吧？不巧，还真有。华景建材和盐桥的合作始于2022年3月，翻译内容是出口越南的产品资料法语版。通和物流2022年6月。别念了，别拖延时间了。事实就是，你在给华盛的供应商做翻译，已经构成了利益关联。赵主管，你虽然调查得很仔细，但你漏了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时间。这几家公司和盐桥工作室的合作时间，全部都在和华盛建设达成合作之前。难道说这几家公司全部都是和我的个人工作室合作之后，由我介绍到华盛的？算起来，这些还是我给公司拉的业务。这不可能啊！他妈是这么做人的！这几家公司委托盐桥翻译的业务，全部都是他们自己的出口业务，还有海外客户的沟通文件。他们找盐桥，是因为市面上做建筑行业相关的法语翻译的公司太少。他们是华盛的供应商，但是同时也是独立经营的企业，有自己的海外业务。那你怎么解释？我还没说完。这儿是这6家公司和盐桥的全部合同复印件。翻译内容、款项往来，还有时间节点，全部都在这儿。大家可以逐一对照一下，看看有没有任何一项和华盛相关的竞争信息，还有机密文件。怎么会有人把这些东西随时带在身上呢？沈念，你就是心里有鬼！赵主管，您真是贵人多忘事儿啊！你忘了？沈念！不要以为自己赢了，我告诉你，事情没那么简单，我是不会放过你的。您都这么说了，我肯定要提前做好准备啊。赵主管，我给您个忠告，下次再想玩打击报复，就别再提前预告了。沈念，赵主管，还有什么想调查的吗？别得意。那看来是没有了。既然如此，那轮到我了。从你调来第一天开始，你就取消我的津贴，让方晴替换我，差点搞砸马丁先生的合同，发匿名文章抹黑我，向总部举报我，找前副总来撤我的部门，现在还搞突袭式调查。你这么针对我，就让我感觉到很奇怪。你背后有前副总替你撑腰，就算分部待不下去了，还可以去其他分公司，甚至可以回总部。为什么非要纠结在这儿的权利？果然，就让我查到一些有趣的东西。我呢，也拜托了人事部进行调查。关于沈念的举报，我们也做了初步的调查。审计部门发现，赵彦明以行政部业务招待费的名义报销了11万6千元，其中的3笔款项，收款人是方晴的个人账户，在报销备注中标明了外聘翻译服务费，这属于虚假报销。哎呀，正好方晴今天刚离职，应该还没有走太远，
要不我给他打个电话把他叫回来，大家一起当面对质一下，看看这笔钱方晴有没有收到吧。好啊，赵彦明，竟敢私吞公司财物！这些都是前期翻译培训的费用补贴。培训记录呢？方晴为了准备接待马丁先生，在公司背了3天3夜的单词，家都不敢回。公司同事都是先生，你找的培训在哪儿啊？钱总，这些我真的不清楚，我怎么可能会做这种事儿呢？你让我怎么相信你？你废物，辜负了我对你的信任。我没有，钱总，我这只是一时的鬼迷心窍啊。赵彦明侵吞公款，所以他不能失权，也不能离开分部。为了自保，他必须抓住权力替自己掩盖。这就是他为什么一直针对我，甚至拿钱副总来挡枪的真相。钱总，陆总，我就是一时糊涂，我知道我错了，我发誓，我再也不敢了。你们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保证我以后一定老老实实的。钱总，有什么话跟法务部去说吧。陆总，去叫保安过来，然后和法务部说一声，准备提交民事诉讼。钱总，你救救我，你救救我！我做这一切也是为了咱们俩，咱们一起啊！滚！你被辞退了，以后别再让我看见你。钱总啊，事已至此，那这新部门的事儿，你看，自己看着办吧。好，钱总，完了，全完了。念念，太厉害了！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冷静，这么吓人的？6年，人都是会成长的。沈念，还是多亏了你啊！这些集团的公子哥不在一线不知一线的苦，还来这儿指手画脚，这回闹笑话了吗？沈念，你来我办公室一趟，我跟你聊聊之前跟你说的公司计划。好。你现在赢了，你终于满意了，沈念，你可真狠啊！赢？我从来没想过跟你比什么输赢，毕竟你可以对付我无数次，而我拿下你只需要出手1次。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做的每一件事儿都经得起查，而你正相反。沈念，之前跟你说的总部计划是认真的，这是集团拟定的多语言翻译中心方案，这是我能给到你的最高条件。你看看，翻译中心呢会设在集团总部，直属总裁办，你做中心主任，和前副总评级，年薪60万，外加项目分红。如果第1年的效果好呢，那你的待遇还会再提升。你觉得怎样？陆总，合同很好，但是我不会接的。为什么呀？现在赵延明已经被免职了，前副总已经回总部了，没有人会阻碍你了。因为我有其他的选择。沈念，那什么汤？我那把航太把黑。Jesrasti jesna fleshti, veshi stiu yenchok. Aida kushashi new persti introduction fully for flaxi monkey wikilist. Merci. Span我说汤，我那是梦把我你木哇，unique梦不可梦 felicidade, n'est-ce pas? Anni patrin mukashi, jai wo kwandi nobe. Lesi chotakchik ossi passibekte invite timini jera de Singapore esse lanina porchai. Ici? Chesporsi perstin, bandi du ensi, lossi considers de sinistre verse mod, pelesti veste et vasidites. Où les dire? Shenien, lageti dejmin kevez gay donis est forte molde. Les demiches de doyasi assi passi empty persi Singafe, alimande vici cristi indi faxi, was consciency eges conasisi exportio. Secu, yes,
Michel under control along dozen set posted. Malasim fi impure 14 charge away. Shinyan, come here to. J'accepte. Mais la condition supplémentaire. Demo. Je vais signer les contrats avec MBT au nom du studio. Traduction Yanqiao. Par mon nom, personne. Vous vous frères Yanqiao? Ouais. Qu'est-ce que vous faites? Je devenir l'agence service de traduction, mais retirant la plus professionnelle. Tout secteur de la construction en Chine. Quel avec des images remplacées sur piste votre architecture? Où les dire? Iwa tika polewe kete atiwa. Ziolanti kasu akro agent de vesti roka machete vo polisi vesti agent mate ala dokese sebelek. 原来如此。赵彦明虽然有私心，但他有一句话说的对，我呢现在不是行政文员了，是集团高管。如果想继续待在公司，那我的盐桥工作室就不能再开下去了。我考虑了很久，盐桥是我自己亲手创造出来的成果，我不能放弃它。看来我是留不住你了。陆总，您留了我6年，我很感谢您的信任。在离开之前，我会先处理好马丁先生这笔订单，然后帮忙组建好新的团队，找好兼任者的。还是错过了，袁念。但以后华申集团的翻译工作就会优先交给严乔来做。谢谢陆总。不客气，你知道。来，祝你前途似锦。祝您上运亨通。这是干什么呀？这是我安排的，为了庆祝盐桥营收突破5亿大关。我知道你不喜欢搞得太隆重，所以给你准备了个小惊喜，庆祝一下。谢谢大家，大家辛苦了。这个月呢，奖金翻倍！哇！好了，先去忙吧。念念，真正的惊喜我还没跟你说呢。什么呀？马丁先生从法国回来了，今天晚上要请你吃饭。真的呀？太好了，王姐，那辛苦你再去帮我订下餐厅，马丁先生最爱的那家。然后呢，跟索菲亚说一声，晚点我亲自去接机。好。哦，对了，还有华盛集团的陆总也给你送来了庆祝的花篮，都是经常合作的老客户了，辛苦王姐帮我回礼了。真是岁月不饶人呀！我还记得5年前你突然提出离职的时候，可谁能想得到，才5年，盐桥就成了翻译界的巨头。是啊，谁能想到5年前我离职的时候，有人抱着我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哎呀，我那个时候不是舍不得你吗？谁能想得到，你居然还在新公司给我留了空。有人又要掉小珍珠啦？没有。好了，别想了啊。你去忙吧。好，那等马丁先生他们落地了，我再来叫你。好。你好，请问是沈总吗？方晴。我看到了盐桥的新闻，想问你一件事儿。你说。盐桥在招法语1员吗？在招，但我知道你可能不会要我。以前的事儿和那些没有关系。方晴，我问你一个问题，你的开题证书考到了吗？有，离职的时候你跟我说的话，我一直都记得。这些年我也有在好好努力，2级笔译上个月刚过的。把你的简历发到盐桥的招聘邮箱。你愿意给我机会？我不给机会，我这个人看实力。如果你通过考核呢，那就留下来；如果你没通过，我也不会因为以前的事儿就脸看你。谢谢。别谢，好好准备啊。不，
我要谢谢你的。当时赵彦明被查出禁吞公款，还进了监狱，我也在网上被爆了出来。这些年，我一直记得你说的话，把头埋低，做好自己，不然我也挺不过去的。谢谢，我会努力的。 6年前，没有人给过我机会，我自己挣出来的。但以后的路，我想让更多人走得轻松一点。这不是心软，这是我想做的事儿。念念，马丁先生他们落地了，我们去机场吧。走。因为我终于可以靠我自己创造出一个让我满意的未来。